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第4季的第4期 Gender Study Seminar。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最近因为各种审查，我们的微信大家就加我的微信或者加企鹅的微信就好了，然后也可以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和其他的联系方式。加 Instagram 的话也可以直接私信，然后或者直接 email 也可以。最近也在 set up 这些 subscription list，所以大家之后也可以通过邮箱的方式来跟进我们的工作。最近的我们已经有差不多70-80位工作人员在一起努力建设社群了。如果有对建设社群感兴趣的朋友，也欢迎随时加入我们。再打一下广告，我们12月15号的这个 Doctor 黄玉珊会来讲一些我们的中东女性，和女权的一些故事和她的社会观察，然后会讲这个库尔德女性，这是她研究的方向。然后之前她给《华尔街日报》做过很多期，所以就挺有意思的，就请大家也来支持一下，看一看不一样的地区是怎么搞不一样的女权，然后看一下怎么建立 coalition。好的，已经是第4季第4期了，所以也是非常简短的过一遍大家可能已经很熟悉的 Safe Brave Space Agreement。首先，希望大家能够 assume positive intent，然后 keep confidentiality，然后这里是一个 safe and exclusive forum for sexual minority women，希望大家也积极 practice self care。然后有 trigger warning 的地方也大家也可以随时退出。呃，那我们一起 sharing, caring, learning and growing，然后 start conversation by name, pronouns，欢迎大家chime in anytime。大家好，我叫 Tori，然后我现在在读 PhD，然后我现在是在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UBC 这边读 sociology 的，我的 research interest 都有关于 gender and sexuality，尤其是 LGBTQ 的，还有在研究移民，然后还有 social theory。我的 dissertation 是做来自中国的 LGBTQ 移民在美国和加拿大。我的简单说一下我教育背景，我的本科是 University of Virginia 毕业的，然后当时读的是历史和经济，然后后来在 MA 的时候转到了社会学，在 University of Chicago。那也是依旧请 Tori 老师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次阅读材料这本书的作者吧。好的，这次的作者呢是社会学，并且现在还比较活跃的，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位大佬级别的人物，Arlie Hochschild。他的研究呢，都主要是关于，比如说有 family，还有 culture，然后还有这种 work。比如说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关于 emotional labor 的，就是 work，Sociology of Work 里面非常经典必读的一篇书籍。然后还有呢，就是他最近在研究这个 Trump supporter 在 Deep South 做的一些 field work。然后他研究是比如说 social psychology 社会心理学，然后 politics 和 emotion 等等这方面的。然后他写了好几本书，然后这本书是应该算是他最有名的。然后还有一本非常有名的是关于这个家庭这个劳动分工的，也是一个当年非常火的关于 gender 的topic 之一吧，就是当年 sociology of gender 就是从研究 household division of labor 这个开始的，然后当然现在有更 diverse 的一些发展方向。那本书叫《The Second Shift》，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读一下。嗯，这是对 Houschild 的介绍。然后接下来是我们这次阅读材料布置了几章书中的章节，然后第一章也就是这本书的研究以及介绍，呃这个 Hochschild 选取了用美国空乘人员以及收账员的一些例子来进行研究，也请 Tori 老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吧。好的，嗯，这个我们先非常
简单的 overview 一下到底什么是 emotional labor，也就是这本书的主题。首先，我们想到 labor，我们之前就是在 Hostile 之前呢，我们想到 labor 可能更多的是想到，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关于马克思说的 labor，也就是上节课我们一直在提的，就是这种什么是各种各样 labor，什么是啊、这个science 等等等等。然后在马克思里面，labor 它更多的指的是这个体力的 labor，也就是 physical labor。比如说工厂的工人，你要一天坐在那里，然后 produce 多少就是那种生产线一样，然后你要比如说拧螺丝钉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这种是一种 alienation。那我们一般想到 labor，可能更多的是指的是这种 physical 的，但是其实呢，很多 labor 也是 mental 的，也是关于 emotional 的。然后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到底什么是 emotional labor。然后另外一个我就是也是 background 的一部分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想到社会是怎么控制大家的，很多时候想到的可能是 behavioral 的，比如说社会。对于我们的一种控制是不让我们干这个呀，不让我们干什么什么事情。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也有一个 emotional 的层面，比如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想，不管是 in response to a particular situation，还是 with relation to ideology，它都是一种情感方面的。然后在 Housechilds 之前呢，其实是没有很多人指出这种 control 和 ideology 情感方面的一种影响，因为很多时候 emotional 它被看作是一种很 private 的 thing，我们到底是 feel happy 还是 feel sad，一般情况下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然后并且就算知道了，也觉得它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比如说是一种自然的生理反应。经过我们的一些这种 neuroscience 之类也提到过，说它是一种非常 biological 的东西，所以它不太归为这种 social 的范围。所以呢，这个 Housechilds 就在这种 context 下 introduce 了这个 the concept of emotional labor。什么是 emotional labor 呢？它的 definition 是这种 labor requires one to induce or suppress feeling in order to sustain the outward countenance that produces the proper state of mind in others。或者说 the call for coordination of mind and feelings, and it sometimes draw on a source of self that we honor as deep and integral to our individuality。我们首先来仔细的看一下这个 definition。比如说它的其中的一部分呢，就是说我们在很多 situation 下，我们要去压抑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感情，或者呢，我们为了达到某种效果，想要去营造我们自己内心的某种感情。假如说在一个葬礼上，那我们应该 supposed to feel very sad。然后很多人，比如说尤其是我们的亲人的话，那可能我们会需要去哭泣。然后，但是你这个时候如果觉得自己没有那么 sad，或者是不想哭，那你也要说装出一副很悲伤的样子，不然的话就会被 consider as improper。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工作的场景中，比如说他的这个举的例子就是乘务员，他研究的是这个 Delta Airline 的一些乘务员的 training，然后说那空姐即使她可能自己内心并没有很开心，或者是很生气啊等等等等，这个都，但是她在工作的场合，她一定要对于在客人面前表达出一副特别热情啊，然后让你感受到她的友好。然后让你感觉这个是一个 safe trip，然后你不管问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样的要求，他都会非常面带笑容的回答你。但是呢，他这个和他自己内心真实的感情可能并没有什么关系，他必须要营造出这么一种样子。但是营造这个过程中呢，他其实需要很多的 emotional labor，emotion work。嗯，对，就像演员一样，你演一副哭戏啊，或者是一个开心的场景，你都是要先把自己塑造成那样子的感觉，然后你可能才能哭出来，才能笑出来，等等等等。然后这长时间呢，其实也是一种，它不亚于 physical labor，不亚于说我们干了一天的活儿，这个也是一种需要被 recognize，并且是需要大家引起注意的一种劳动。
就是情感劳动所谓的。对。然后当这种情况它有 private 和 public 两种情况。然后它前半本书讲的是更多的是在我们的 private life，在我们的个人私生活中，然后我们是怎么控制自己的情感，这种 emotional labor 有什么样的场合和特点。然后第二本就是这个书的后半本呢，在讲就是在 work 的 context，也就是 public 的 context 下，比如说公司是怎么需要 demand 你的 emotional labor，然后你在这种员工是需要不同的 industry 中不同的 position 也需要不同的 emotional labor。然后这里就谈到了关于它的 methods，就是呢，他首先是 study 了这个 flight attendant 的 Delta Airline，还有一个什么 Pan American Airline 的这个空姐。然后呢，他这个是通过 participant observation，也就是说观察他们都经过什么样的 training，然后观察他们的工作，然后并且呢 conduct 了一些 interviews，问他们自己的感受。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还 study 了这个 bill collector，也就是啊、或者 debt collector，就是公司的另外一个没有那么 public facing 的一个部门，就是要账的，相当于，比如说客人欠了一些账，但是他不还，然后你这个时候怎么去，比如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然后让他把钱还了。这和空姐可能是两种非常不一样的 labor。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要求，至少是，然后他们也试图 induce 不同的感情，比如说一个是让你感受到非常友好，然后另外一个呢，可能让你感受到自己非常的渺小，或者自己嗯很害怕，然后所以你才会把钱还了。虽然他们可能都是同一个公司的，然后 considered as the same industry，但是他们的 emotional labor 是非常不一样的。然后最后呢，一个就是他 rely on 他的一个 survey at UC Berkeley，当时他就是有一个调查问卷，然后让学生们说你记得什么样的情况是你需要比如说控制自己的情感啊，或者是有什么让你非常记忆深刻的、非常 emotional 的场景等等，然后通过这样 collect 这样的 data，然后来看大家都是怎么管理自己的情感的。对，然后之后我们会deep dive into 它的 chapters。雨欣。我就想提一下，就是看到这一篇书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框架，就是如果我们不去做一些符合这样社会常规的情绪的一些反应的话，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体验？就是书里也提到有挺多反常规的情感的，比如说有一些人就是会幸灾乐祸呀，就看到别人的这个 misery 就会很快乐，然后他还提到了一个小女孩，然后她看到自己14个月大的妹妹死了，然后她这个时候其实，然后大家都去关心她，得到了很多的爱，然后她其实感觉非常的良好，对吧？然后她说她就是在挺快乐的，然后但是还要表达出悲伤，然后假装在大哭，实际上就是其实还是挺快乐的一个 experience 的，所以就其实自己有挺多这种反常规的，就比如说可能平时同事说，哎，我家狗死了，我就可能没什么感情，或者说 sure whatever，但是就可能还会表达一下，哦，就是好难过啊，就是替你感到难过，这样的一种 empathy 或者就是符合社会常规的这样的 empathy versus 就是至少会思考一下这些东西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versus 就是一种 intuitive 的一种 organic 的这种 outburst of 一个自己非常直观的表达，是这样理解吗？陶瑞老师，是一个需要去思考对的，就不能直接去对，表是的。达的。对，是的，其实我们都有很多这样子，比如 unconscious 的，很多时候就是比如说在他没有这个框架之前，我们可能觉得这是自然的，那每个人都会想这个 feeling 到底 appropriate 不 appropriate，但是其实 feeling 它其实只是
feeling，它真的不一定有什么 proper 或者 improper，那只有 social rules 的存在才使有些 feeling 显得更 proper，有些 feeling 显得没有那么的 appropriate。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要思考说啊，那什么样的 social rules，然后以及什么样的场合会 induce 我们去思考这样子我们的 feeling 到底合不合适，的这种行为。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讨论这核心的这些权利是怎么造就这些 social rules 的，是不是？是的，是的。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不管是 community building 还是我们平常的 everyday life，都是要非常深入挖掘的部分。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反常规的这些 emotions 来提问吧？问问大家，让大家思考一下。因为这本书打开了我很多思考的框架。我在想，就是除了这些常规的一定要表达的，比如说葬礼要开心，葬礼要难过，结婚要开心，有没有什么反常规的？感觉还挺多的。平时很多时候都是不自觉的就觉得自己应该怎么样。这个书里也说应该怎么样，就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如果没有，甚至还觉得很 guilty。那如果就是打开这个格局，就思考一下到底自己有什么样的情感，我觉得这个 exercise 挺有意思的，鼓励大家去感受一下自己真实的 versus 一些 subject to 这些social rules 带来的应该的这些。我在想问，就是 Tori 老加西师怎么来了。好喜欢提问的？那 Tori 老师怎么看待情绪稳定这件事情？就成年人应该保持情绪稳定。对啊，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谢谢佳熙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来分析一下，说成年人应该保持情绪稳定，它背后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 ideology？嗯，对，首先我觉得那情绪稳定，那我觉得他情绪 by nature 他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稳定吧。I mean，我的情绪我觉得已经算是 on average，我觉得这样在我的观察里呢，已经算是比较稳定了。但是我觉得我 acknowledge 就是 by nature 他情绪他就是一个挺 random 的事情的，有的时候。然后他也一直在 traditionally 被认为说是情绪和理性它是完全是相反的。那理性是比较 rational，然后它是比较稳定可以控制的，然后情绪呢它就没有的那么的 rational，然后它是有的时候不可以控制的。然后一般这个也会 map 到一个非常 gender 的 dynamics，比如说那女性的情绪就一般会被认为没有男性的情绪那么稳定，然后或者男性是更加理性的，然后女性是更加感性的，等等等等，它都是背后有非常多的这种 cultural 的 mapping。所以说呢，如果说情绪一定要是稳定的，那我们可以先思考，比如说它到底 serve 了一种怎么样的 purpose。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有没有什么思考？而且你情绪不能太稳定，就只能达到一个 level 的稳定，是一个 sweet spot。你再稳定，就是那种比较冷酷了。就文章里也说，你 Yeah, 就是 exactly，真的。对对，什么你的什么儿子进医院了，你不能表达出来没有感情的，不然也会遭喷。比较巧，我正好参加的这个 NGO，它有一个叫做 Reliance 的一个课，然后正好上周课，讲到了 emotions reliance，他就讲，他说 emotions are important messages. They give us essential information through subconscious pathways. 然后，嗯，还有讲后面那个 three key competence，然后 thoughts，sensation behavior。这个用文章的视角怎么解读呢？好，我不是我没有特别清楚，比如说这个具体的框架哈，就是如果简单的从这几句里面来判断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message，但是听起来确实是，比如说我觉得在很多时候大家也会用一些类似比如说情商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情绪，它作为一个 instrumental 的 use，然后它
就是你如果一个人能够，比如说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并且很好的表达出自己的情绪，他会被看作是一种很 competent 的表现，然后也是在这个很多场合是一种被 required 的能力，会被看作是这个人 moral character 的一部分，甚至是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都是一个emotion 从管理 emotion 的一个 discourse，overarching discourse 的一部分吧。我觉得就是可能大家就是现在社会意识到了说，我们不能只管人们的就是这种 behavioral 的 aspects，而是 emotion 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像情商和智商等等这样子的一些 concept，你要去知道就是什么样的场合需要用什么样的 emotion，怎么去好好表达自己的 emotion，这也被看作是一种能力，然后被成为比如说筛选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mechanism，逐渐成为。我觉得还有就是，它可能会变成一种道德上的批评，就是可能这个人情绪不太稳定，他可能就是一个，不是一个成年人，或者是就是like 不 responsible，他可能会有一些道德的规训的意味在里头，而且它可能会导致，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出现情绪不稳定的状态的时候，这个归因会归于这个人有问题。然后这不是我的 responsible 去 help 他，或者是怎么样，它就会形成一个防御机制。等一下，是不是有一个 slide 重点讨论，就是这些是这个 rules 是怎么影响大家的？是的，是的，现在就不知道应该 go into 到底什么 level 的 detail 讨论这些，但是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问题，可以引发大家的思考，然后给之后我们要介绍的内容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和土壤。对，但是我觉得加西你说太多了，有的时候就是 outburst 来就上来劲儿了，就觉得很生气，然后但是也不能发作，因为就是这样就会被感觉是你是一个疯婆子，不听你的，然后就只能憋着，然后或者就是就是这种所谓的情绪管理。就是我最近有在干一件事儿，就是我想要抢夺情绪稳不稳定这件事情的话语权。就是说情绪不稳定也是正常的这件事情，其实还挺重要的。不然的话，就可能人家只是就是说你现在情绪化，你现在情绪不稳定的话，直接 stop the conversation。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的，它是人际关系或者是它是社群构建里面一个非常的 oppressed 的一个行为吧。而且不光是这种啊，大家表达各种各样的情绪和欲望，就比如说，大家就在群里就是说了一些表达自己想法的，像举一些极端例子，比如说什么搞黄啊，然后生气啊、骂人啊，然后这些也会被认为是情绪不稳定的。是的，而且这个真的就像佳琪说的，它已经变成一种 moral 的，然后而且 suggest 是一种有点，如果说你情绪不稳定，我就直接可以以这个理由停止对话，然后就感觉已经把你 label 成一种 illness 的 behavior，就比如说有 suggest 一种mental illness，甚至是就是它可能不仅仅是你这会儿的情绪不稳定，它 say something about your character。然后 say something about your，呃，这整个人处理很多事情你是 unreliable 的会被认为，然后它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非常 gender 的 discourse，因为有的比如说男的突然发火，那可能不会被 label 为情绪不稳定，会被认为是比如说 assert dominance 的表现。但是女的发火的话，那就不一定了。你可能是觉得either 觉得你是不是来大姨妈了，这还替你解释一下。但是如果不是的话，或者是不是这样子的话，那可能觉得你就是疯婆子所谓的。是的，我觉得所有的很多关于情绪的讨论，其实都是要引发我们对整个 social norm 的一个更多的思考，然后对于整个以及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 ideology，嗯，有什么样的 culture，甚至对，因为 emotion is all about power and culture and social control 等等等等。从这样的角度来讲呢，所有的 emotion，凡是涉及到 emotion 的这些 behavior，其实我们都可以去深挖它背后的社会含义。现在是有2个比较生动的例子，让大家看一下生活中的这个 emotional work
大概为了什么样子？为了节约时间就不放了，然后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小姐姐，好的，然后她就在哭，然后就因为被之前的那个客户，就是收费站的小姐姐被之前的客户骂了，然后就哭，然后但下一个司机来了之后，她又立刻展现出那种最美的微笑，所谓最美的微笑，然后就被拿出来。来作为正能量正能量这样的一个比较 positive 的方式，鼓励大家去做这样的情绪管理。然后右边的这个是，嗯，作者因为是讨论这个 flight attendance，所以就放了这样一张图，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 gender 背后的一些 gender 的 message。那接下来就是本书这个第3章节中的内容，然后作者在讲提到了2种表演方式，然后这一章里还整本书也经常引用苏联著名这个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演员的自我修养》这本书，An Actor Prepares，然后还蛮有趣的。那就 Tori 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在试图控制情绪的时候，究竟展现出哪2种表演方式呢？然后这个是书的第3章里面，它 describe 了 two ways of acting，然后它是分 surface acting，它叫的，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 deep acting，然后 deep acting 更多的是我们之前讨论的 emotional labor，当然 surface acting 它也是需要很多 labor，但是就是这本书更 focused on 是第2种 deep acting。首先什么是 surface acting 呢？surface acting 也是它分这2种呢，其实也是在 respond to 之前的 literature，因为比如说像比如说经典的社会学家葛夫曼他说的这个他对于人的 interaction，还有对于很多 personality，他的见解是说很多场合它有一个front stage 和 back stage 的区别，就像在演一台戏一样。这个 front stage 呢就是演员这个站的地方，然后 backstage 就是后台，一般不会展现给别人看的一些我们的另外一面，所谓真实的一面啊，等等等等。然后在 front stage 呢，更多的是要展现出某一种特定的人格，然后比如说在我们为了这个 save face，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这个颜面啊，会去做一些事情，展现出一些 personalities。然后但是呢，这个在Rothschild 看来，可能更多的是 surface acting，因为它只是说改变我们在人前展现出来的那副样子，就是 changing how we outwardly appear as if we have a certain feeling。这个更像就是演员演戏一样，就是比如说这个剧里的人物他很难过，那我们就要展现出一个难过的表情，然后至少不能让观众看出来我们其实是很开心的这么一种acting。然后呢，另外一种呢就是更 deep 的 acting。deep acting 和 surface acting 的区别就是它是 working on feeling and expressing feeling spontaneously。这个 spontaneit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说要在别人面前看起来有这样子的 display 这样的感情，而是说我们是想把自己调整到一种状态，是我们觉得我们真正的去 feel 了这种感情。然后，当我们 feel 了某种感情的时候，那我们自然而然的会在别人面前展现出来这样子的样子。所以呢，它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去控制，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的去 feel，而不是说只是说就是改变我们外在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呢，这种就更加 challenging 了，在很多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刚才举的一些例子，比如说就是在葬礼的时候，那假如说我们觉得我们并没有那么 sad，但是这个不是很 appropriate，然后比如说死的又是我们比较 close 的人，那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去 feel sad，而不仅仅是表现出来 sad。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 change how we actually feel，所以这个时候呢，那就是一种 deep acting。就是比如说我们呃，在一些场合觉得我们到底应该把自己的内心，我们自己内心到底应该去怎么感受啊、这个需要很多很多就是
不仅仅是演员演戏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很多时候，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 uncertain how we should feel。比如说有些作者也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在快要 break up 的时候呢，那有的人觉得有些这个他采访的一些人可能觉得那我到底是不是爱这个人，还爱着这个人呢？或者是说那我不应该去再爱他了，因为我们已经 break up 了。但是那我好像还爱着他，但是我就劝说自己说我不应该再爱他了。那这个更多的也是一种 deep acting，它不仅仅是说在某种 interaction 里面，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什么样子，而是说真正 change 自己爱不爱这个人。嗯，对。然后这个和这个 acting on stage 的一个区别呢，就是说这个 deep acting 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判断出来我们到底是不是在 actually acting。当我们如果说是一个演员在台上演的时候，那我们大概知道说，大概就是当这个帷幕落下来的那一刻，那这个戏就结束了，那他就不需要再继续这么 pretend 下去了。但是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这个是充满了很多 uncertainty 的。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不是在 acting。比如说在刚才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我们不确定，比如说我对一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嗯，那这种情况下，他就没有说一个特别 set 的 stage。没有说，比如说这个帷幕落下来的那一刻就有一个 clear boundary。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可能更多的是需要 rely on 一些 external 的东西去判断，比如说我周围的朋友是怎么觉得的呀，或者是去寻找一些更多的 evidence，然后来帮我们判断说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在 acting，我的真实情感到底是什么。然后我记得文章的那个例子，演员的自我修养。他说，如果演员在一个时间觉得自己需要表达出来哭，他就已经输了。他说举的那个例子是他在这一刻，他走过了他演的这个人的他的情感，走过了演的这个人的之前的 lineage，导致他的 build up 的情感在这一刻，他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所以就是一个好的，那就对，演的这个演员的最高境界是自欺欺人，不仅仅是演员最高境界，就是我们所有人演的 acting 的最高境界都是一种自欺欺人。这个说的真的很对，而且有的时候就是什么俗话也说什么当什么面具戴的久了就摘不下来了，还是什么，有一句类似的话，然后或者说我们自己就真的被 shape 成那个样子了。所以有的时候，即使我们一开始可能是在努力 induce 自己 to feel certain way，但是时间长了，你就很难真的套，就是 what you actually feel，或者是到底什么样才是 you underneath 有一种所谓的真实。嗯。对，然后那我就把最后一点说完，也就是跟下一章联系起来的一个 point，就是他说的是关于 private life 和 institution 的观点。就是即使说在 private life 里面看起来是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有完全的 autonomy，有很多控制的权利，但是呢，其实 institution 也是在不断的去 tell us how to feel。也就是下一章我们要说的 feeling rules 到底有什么样的 rules？这些 rules tell 我们 how to feel。然后 institution 呢，在这个里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他举的一个例子，书里面举的一个例子是关于在这个doctor's office 或者 psychiatrist office，在这种所有的比较 professional 的 setting，不管是就是医生呢还是病人，他其实你一旦做到这个 setting 里面，你大概就会 implicitly 了，你就知道大概要 how to act 了。那比如说这个医生的话，他在这个看病人的过程中，他可能比如说本来觉得这个病人很烦，然后比如说尤其是一些儿科的医生吧，那或者是一些 psychiatrist，他可能要看一些比较 challenging 的病人，但是呢，他作为一个 professional 的 doctor，他坐在这个办公室里，然后面对这样病人，他肯定就不能表现出来说我觉得你很烦，我不想看你了。他肯定还是要展现出一副很 loving、非常 patient，非常 kind，
然后那如果他觉得很烦的话呢，他也要说 convince 自己说啊，我作为一个 doctor，我应该把对方看作一个需要等着我帮助他的人，然后是一个很可怜的，然后去 induce 自己的这种非常 empathetic 的一种 feeling。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很多的 emotional work，因为你不可能就是如果在这个 institution 之外，或者是在一些其他的场合，你可能比较难去把一个这么就是比较 challenging 的病人，还是100%的非常耐心的、非常 loving 的去对待他们。所以 institution of 比如说这个 hospital 啊、psychiatry 啊，以及他们的所有经过的 training，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告诉他们应该去怎么 feel，应该怎么对待病人。然后为了去传达出或者为了营造出这种氛围呢，他们自己肯定要先做一些 inner work，啊、然后这个 inner work 做对了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啊，对方真的好可怜，对方或者说真的很需要我的帮助，然后我就会自然而然的 spontaneously 的去 express 我对他的 love，我对他的关心，等等等等。然后这种 aligning proper feeling 的过程呢，它就是一种 emotion work，因为所有关于我们去控制，就是不管是 consciously 还是有的时候甚至是 unconsciously 控制自己的情感的这个，都可以叫做 emotion work，它也是一种 work，并且需要被 acknowledge，然后并且嗯让它不再变得 invisible。对，语信。我们来玩个游戏吧，我觉得，哎，我看到 Alison 发言了，我之前看他在群里分享，他是骂客户来着，我们都是做 consulting 行业的，我就有的时候看那些客户吧，就是那种很傻逼，就第一反应就是，哎，我得控制住自己的这种愤怒的情绪，be professional，然后这是第一层，就是所谓的 surface acting，对吧？然后就像 Tori 老师说，第二层就是，哎，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 work on some solution，因为我们是一些就是有 professionality 精神一起去解决问题，并且我很 empathetic about 客户的 problem，有这样的 inner drive to solve some technology hard use cases 的这样一种 driving 的这种态度，这可以理解成一种 deep acting。大家还有什么别的例子吗？来玩个游戏吧，什么是 surface，什么是 deep？大家最近有什么情绪？Tori 老师先自己来举个例子吧。哇哦，好的，呃，那我觉得我的生活中还是挺多这种例子，那就举一个，哇，他说的是 private life，那我不行，女性你也得重举，因为他这个说的是 private life，不能是这个你在职业里面，待会儿我们可以玩这个职业里的例子，讲到这个 public 的时候，你得先来搞一个比较哎，这 personal 的。简单！我今天就突然觉得很累，然后往床上一躺的时候，就觉得，哎，自己不能做一个这样的人，怎么能躺着的？进学不只是得学习，然后从床上弹起来开始读书，这就是一种 deep acting，就是因为我先 convince 了我自己，就是哎，我得去学习，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知识的这个这个汲取的过程，然后就证明了我们是一个有主观能动性的，对这个知识领域有探究精神的人，然后就是这样鼓励自己，他就是一个 deep acting，是不是？就是要先从自己的 emotional work 开始做起，这算是 private life 吗？这个挺好的，谢谢雨欣的分享。那我 going off 这个，那我下次在躺着的时候，那我就想到了啊，雨欣这个在上次在 seminar 说的这个例子，然后说这个不能不能这么躺着，要赶紧学习。然后那我想到这个，我可能就会也觉得啊，那就是我自己怎么能 feel 这么 lazy 呢？那我可能就也去赶紧去学习，然后并且开始 change 我自己的 inner state，因为我可能并不想现在学习，但是我觉得啊，那我还是要还是有很多东西等着我做的，对吧？然后用各种各样的理由 convince 自己，还是要赶紧学习的。那这一章还是我们本书第4章节的内容，
跟我们刚才讨论的所有话题都有一些关系，就话不多说，让 Tori 老师来介绍一下什么样的 feeling rules 出现在我们生活中吧。好的，然后我们刚才讨论到说，在不同的场合，我们可能会就是想 align 自己就是 feel 的东西和就是我们觉得什么是 proper 的，什么是一个 proper feeling 在这种 context 下。那问题就来了，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 proper 的？就是这些 proper 背后，它也是背后有这种 norm，来 dictate 什么是 proper，什么是 improper。然后我们到底怎么知道这些 rules？就是我们是什么，以及比如说什么时候知道的，谁给我们定下来的这些规定，谁来指导我们的到底 feeling proper or improper 的？那这章就讲到了说 feeling rules，嗯，说 the way in which we acknowledge feeling rules reflect our social standing，就是 feeling rules 它是一个很 universally 存在的东西，就是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还是什么，不管你的经济社会阶层，它其实都有这样的 rules 存在。没有很少有人是真的能逃过这些 rules 的规训的。所以但是呢，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会感受到不同的 rules。它也不是 apply to 所有的人的每一条 rules。然后呢，我们 respond 和我们 acknowledge 这些 rules 的方式呢，其实反映的是我们在这个社会的一个 social standing，在这个社会的一个 positionality。假如说，用男性和女性的例子，那女性可能更多的时候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然后男性处于一种更主导的权利的关系上。那女性可能感受到的 feeling rules 可能会比男性在某些 context 下更多，会更多的被这些 feeling rules 规训。那假如说你如果感受到更多的 feeling rules 的话，你可能 reflect 了一个你的在权力关系的地位。但是相反，这个是后话，就是之后我们也会提到的，说 lower class 有的时候它的 feeling rule 它又是完全不同的一套。可能就是没有这些 feeling rules，它是一个挺中产。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 feeling rules 它是一个非常 middle class nature 的东西。嗯，然后呢，我们到底怎么知道这些 feeling rules 的呢？就是我们肯定不是生下来就知道这些 rules 的。比如说生下来，我们甚至不知道，就是比如说在公众场合哭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但是逐渐来说，就是那我们现在肯定就不会像婴儿时期说突然间在公共场合大哭。那这背后的也是一种 feeling rules。嗯，或者甚至就是从 deep acting 的角度，甚至都不应该在有些场合感到伤心 in the first place，已经不仅仅是就是表面上 behavioral 是不是要大哭的一个东西了。比如说我现在上课，那我肯定就 not supposed to feel like extremely sad or something。嗯，所以我们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些 feeling rules 的呢？首先一个就是在 interaction 的 setting 里面有这种 sanctioning，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身边的朋友会告诉我们你不应该这么想，你不应该这么感受。假如说我不知道，随便举个例子，就是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可能就是在跟一个比如说一个女生跟一个男生分手了，然后这个男生可能是所谓的有错在先或者怎么样，然后这个女生跟他分手了，这个女生还依然非常深爱着他，然后呢，这个女生的朋友可能就会劝他他是个什么渣男，你不应该爱他了，你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一直执迷不悟？等等等等的，这其实是一种 interactional 的 social sanctioning，反映的是我们周围的人觉得我们应该什么样的 feeling 是比较 proper 的，你到底应不应该爱这个人，等等。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比较 ritual 形式的，在仪式里面。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作者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在这个婚礼的时候，一个婚礼现场，说这个新娘她在婚礼的时候感到很不开心，但是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你在婚礼，并且作为新娘应该是感到非常开心、非常激动的。很多人觉得这应该是 should be the best day of my life. I should be really happy about this marriage. 但是
他那个新娘表示，她其实心里不是很开心，但是随着这个婚礼的进行过程中呢，她从不开心又慢慢的开心了起来，然后最后真的觉得啊，这个婚礼是很不错的，我真的很 excited。那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呢？这个也是一个 ritual 的力量，然后以及这个 social rules 的力量，这个背后就是 social rules，它作为一个新娘，这个是一个非常 prescribed 的一个 rule，就是你在这个 rules 里面，或者你作为一个老师，或者你作为一个呃医生等等，你在这样的 rules，你应该怎么去 feel，这个是已经大概都是 set 好的，然后你当你 step into 这个 rules，你就知道。你自然而然的就去知道去应该怎么 feel，然后这也是 culture 的一部分，这是 culture 对于我们日常的一个影响吧。就是 culture 如果只是说文化的话，我们可能很难知道文化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经常说什么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但是文化具体是什么呢？以及他们对于我们到底就是每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其实就是文化的影响的一部分，就是其实它是一套就是 meaning system，然后它是一套提供了很多 guidance 的，对于我们的 behavioral 的东西，还有对于我们 feeling 的东西，它是有很多 implicit 的 rules 的，但是这个是我们很少 acknowledge 它 rules 公开的 acknowledge。比如说，在小学课堂上，我们一般老师也不会教说啊，你在葬礼的时候应该感到非常的伤心，你在婚礼的时候应该感到非常的激动，它不会被写在课本里。但是呢，我们经过这种 socialization，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自然而然的就 acquire 了这些 implicit 的 knowledge，这也是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经常是很 hidden 的。嗯，对，然后所以我们回到我们怎么知道 feeling rules 呢？一个就是比较 interactional，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 cultural 的啊、这些 prescription。然后 feeling properly，到底什么是 proper feeling？它其实 involve 了非常复杂的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比如说我们到底有多，假如说难过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有多难过？嗯，到底比如说我们的一个非常就是非常 close 的人去世 versus 一个陌生人去世，那我们应该 feel 的 sadness 肯定是不同的。它 extent of feeling 它是根据很多事情定的。你不能表现的有的时候不能表现的过于难过，然后你也不能表现的不难过，所以它中间这个度其实是很难把握的。另外一个呢，就是 timing，你到底什么时候应该感到难过？比如说你的一个亲人去世，那你应该比如说在葬礼上表现的非常难过，然后哭啊什么的。但是比如说你在 professional 场合，你就不能把这些很多的 personal feeling 带到这个professional 的场合。然后这个 timing 和 place 都是非常重要的，你也不能说在一个完全 random 的地方突然not supposed to 突然的被这种 outburst of emotion struck，所以它 feeling properly 背后呢是一个非常 complex 的一套规则，其实它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虽然我们很多时候这个是 unconscious 的，我们没有去思考到底什么是这些 explicit rules，但是它们存在在一个非常implicit 并且很 complex 的 system 里面。对，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因为它很 complex，它 involve 了比如说 extent、timing、placing、direction等等等等。那它其实很多时候没有说像比如说葬礼和婚礼这么明确的一些feeling rules，很多时候我们是处于一种 uncertain 的状态的。那在这种 uncertain 的状态，应该是怎么办呢？那很多时候，其实这个也反映出了一种权力的结构，就是 the social bottom look for guidance from the social top，在大家都不知道应该去怎么 respond 的情况下，那这个权力底端的人可能会 look to 权力比较顶端的人，看他是怎么 act 的，然后看他是怎么想的，然后从而 mirror 他的一些行为。然后觉得他所制定的规则，那就是我应该去 follow 的一个 feeling rules。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 feeling rules extend to places where love is supposedly natural。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完全 natural 的。
比如说在这个 family 的这个 context 下，这个作者举了很多这个关于他 parents 的例子。一般来说，就是子女对于 parents 的 love，还有parents 对于子女的 love，应该都是很自然而然的。至少在很多 discourse 里面，把它形容的是一种自然而高贵的情感。但是其实呢，很多情况下是 challenge 了我们是 challenge 这种存在的。因为比如说假如说照顾一个生病的父母，那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很烦啊，或者是觉得不想照顾了。那但是同时又可能会谴责自己说啊，那他是你的父母，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他？你怎么能感到烦呢？你应该是非常爱他的。或者是反过来说，父母对子女有的时候也是，虽然他 supposed to be 就是什么伟大的爱，然后非常 profound，不管什么情况下你都要爱他，但是我们不一定所有的时候都能感受到这种爱的存在。那这个时候，这个 conflict 就出现了。然后当我们 align 我们自己真实的 feeling 与这个 feeling rules，与这个 proper feeling 这个 love 的 discourse 的时候，那就产生了很多 emotion work。嗯，对。然后雨欣是不是要加点什么？我们想到了一个，想到这个 rule，就想到了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一段往事，就是他好像因为母亲去世了，然后他没有守孝，守孝期间没有表现出来，很难过，然后就在官场遭到了排挤。感觉这就是一个 direct mapping of 你的 emotion 和你的这些，就是没有做好这个足够的 emotion work，直接导致 social location 或者这些职场方面的变化。然后我看到玉珏老师也分享了一个新闻，要不要来具体的讲一讲？就是他这个新闻是，就是说国内就是有一个员工嘛，我忘了，他这好像是一个民营企业那种嘛，因为就是私人老板嘛，然后就是他的曾祖母然后去世了，然后他就说，哦，我想请假，然后我想去参加我这个曾祖母的一个这个葬礼，然后这个主管就跟他说那个你的曾祖母已经不属于你的近亲属范畴，就是中国法律上规定的近亲属，就是包括你的父母、子女、配偶。祖父母、外祖父母，然后你超出这个范围的话，它在法律意义上不属于近亲属。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呢，这个主管就是说，哦，你的曾祖母不属于你的近亲属，所以你参加他的葬礼不属于一个合理的这个事假的范畴。然后其实我就觉得说，他这种的规章制度是默认啊，你的这个可以去就是这个亲人的这个关系。不是由你自己的生活，或者说是由你的一个家庭的私人的关系来决定的，是由这个法律所定义的近亲属关系来决定的。就是你只能在这个近亲属的范畴内去表达你的这种悲伤，然后你这样的悲伤的表达它是合理的，你可以去作为一个请假的理由。但是你如果超出这个范畴的话，他就认为说，哦，你表达出这种悲伤去参加葬礼，它是不合理的、不合适的，你超出了这个程度和范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阴间的一个事情，但是它是规章制度，它就是跟这个法律是直接挂钩的嘛。确实，这也能看出来这个 temporality 方面的变化。比如说，同样的这个新闻，如果放到比如说《红楼梦》那个年代，如果就比如说贾母在家里去世，感觉全家都得在那儿痛哭3天3夜。但是就现在变成了连一个假都不能请，就是感觉他是很被这比如说资本主义啊、中产啊得工作上班 be professional 这样定义的。就这个 extend timing 和 placing 都产生了一些变化，由于社会的变化。是不是？就是我觉得《红楼梦》它是这样，就是《红楼梦》它虽然已经不是说跟我们现在法律上来确定的一个亲属关系范畴有关，但是我觉得它这个跟它大家族里面的这个家长的地位有关。就是它，因为它那种大家族，它也不是说你所有的都能表达出那种悲伤的感情的。就比如说，你的一个那个奶娘去世了，你就不可能表现出，就比如说，哪怕这个孩子是从小是奶娘养大的。然后可能跟他的这个当家主母的关系不是很好，然后也比较疏远。但是奶娘去世了之后，他也不能表现出过度的悲伤，因为他这个等级位分在这里，就是这种大家族还跟这个
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个 nuclear family 的这个范畴还不太一样。袁老师这个例子举的太好了，融会贯通，直接 Ctrl 对比实验。就是我觉得是传统来讲，就情绪表达一直都是属于你的一个 meaning system 里面来规定的，你为什么你要表达什么样的合理的这个感情，然后你的这种感情的表达，它实际上是被一个社会规训成一种道德化的。就是你刚刚举出来的白居易那个例子，是因为古代他非常注重这个孝悌，如果你没有说你对这个长辈哈，就长辈的去世，特别是你的这个母亲啊、父亲啊，你的去世表达出这种悲伤，然后像是他们有丁忧嘛，就是你没有去这个表达出这个合适的悲伤，去举行这个一定的符合他等级的，然后这种葬礼仪式的话，就会被认为哦，你这个人不孝。你这个人不孝，因为在古代它忠和孝是连接在一起的。如果你不孝，那就会认为你以后也不会忠。那这样的话，你就是会被排除在整个的一个统治秩序之外，也会认为你这个人在道德上是有污点的。这个例子举的太好了，这不就是这个 feeling rules 的这个非常直观的例子吗？对，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想介绍的就是也是书里面他提到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个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和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的一个区别。当我们在讨论 feeling rules 的时候，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比如说 feeling 的一些 misalignment，它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现实？比如说像玉娟老师说的这个反映出来一种culture 传统的 culture，比如说这种忠孝之道，它的规训的作用。然后，但是呢，比如说很多时候，它另外一种 perspective 呢，就是更多的是 psychological 的 perspective。那比如说在这个心理的范畴的话，那如果一个人没有表现出来他应该表现的 feeling，那这个可能是会被认为是有一些 either，比如说比较严重的话是 mental illness，比如说他可能是会被认为是可能会有一些 sociopath 在这个 spectrum 上。或者是说这个人他有一些从童年时期留下的阴影啊，或者什么，让他很难去感受到某一种 feeling。比如说可能会归结到这个他被 upbringing 的方式，比如说他是一个什么疏离型人格呀，或者是说他是一些依赖性人格呀，导致说他现在感受到的情感是可能会被认为是比较 distorted。当然，如果我们说 distorted 这个词呢，它背后 imply 了说 what is normal。Again，就回到了这种 norm 的问题上。所以说，很多比如说在心理的治疗里面，那可能就是同样看到说一个 misaligned 的 feeling，那可能背后是这么两种不同的 perspective。然后以及在很多的这个心理学的公众号里面，那可能也会分析说每个人的 feeling 它背后有什么样子的来源，比如说可能追溯到原生家庭，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的 upbringing，然后等等等等。所以其实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视角。所以当我们下次比如说在看到一些关于 feeling 的讨论的话时候，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这样不同的视角来思考到底比如说它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呢，还是说我们也可以去思考它背后有什么样对于 culture 的 implication。如果暂时没有的话，我们就先进入下一章的讨论。然后这下一章是本书第7章的内容，也跟一开始雨欣举的例子很有关系的，因为开始讲到工作中和情绪的关系了。那把舞台交给 Tori 老师。好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是第3章 deep acting、surface acting，可能更多 apply 的是我们自己 private life 一些 day-to-day interaction 里面还有一些我们之前举的什么葬礼和婚礼的例子，这其实都是属于这种比较 private life 里面会经常encounter 的一些 instance。然后呢，在工作中呢，它可能又是另外一套系统了，因为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 manipulate 自己的 feeling，为的它背后 at play 的是一种 cultural rules。但是呢，在工作场合中呢，它更多的是它这个 feelings 被放到了一个 exchange system 里面，然后你的 feeling 和你的工作的表现，
它都是挂钩的。比如说在乘务员，你不能天天板着脸，然后把客人骂一顿，然后那这个就代表着你的工作做得非常不好，然后那这个公司肯定就是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想订他们的航班了，然后那它这个会影响到整个公司的 profit，所以这个时候这个 feeling 是在 market 里面它是有一个 exchange value 的。像我们上次说的这个 exchange value，就是它是会被明码标价，然后并且被管理，因为为的是可能整个公司的形象啊，或者是 profit generation 啊等等这样的目的，所以它和我们的 private life 又是不一样的一个 perspective。然后那什么样的这个作者就提到说，那既然说我提到了这个 emotional labor 的概念，那什么样的工作这个概念比较 apply 呢？他举了3个 characteristics of jobs that requires emotional labor，其中的一个就是 face to face 或者 voice to voice，就是接线员，或者是这种客服啊等等，这个有需要就是这个employee 需要有 contact with the public，他直接面向观众的，比如说前台呀、等等等等，而不是后台。然后它第二个呢，就是 require the worker to produce an emotional state in another person。也是，比如说这个他举的这个空乘员的例子说，那这个你就让你的 serve 的人要感受到一种 safety、friendliness，happiness，你要让另外一个人有这样的 emotional state，或者是你比如说你作为一个 consultant，或者是你作为一个这个 therapist，你都是为了让你面对的这个客户有某种情感体验的，肯定是。然后你让他们有这种情感体验，你首先自己要营造出这么一个氛围，那这个就需要很多 emotional labor。然后第三个呢，就是 allow the employers through training and supervision to exercise a degree of control over the emotional activities of employees。就是不仅仅是说你自己有这些 labor，这个 labor 还是要 controllable 的。就像这个可以通过 training，通过对工程员的这些 training，告诉他们你应该怎么 behave。然后，就是你如果没有这样 behave 的话，我可以比如说减少你的工资，或者是把你开除，这样子的 control 的手段。然后他可以去actively 的这个公司可以 actively 的 manage。你的 employee 的情感emotional labor，这也是一个 characteristic。如果这个 job 符合这3个 characteristic 的话，那它可能就会被 characterize 成一个这个 high emotional labor 的 occupation。大家来想想例子呗，有什么样的例子？我记得我之前在 trading floor，跟这个 bill collector 很像，在 trading floor 的时候就是那种直男 culture，你就 not supposed to talk about feelings，然后就是每天都要 be aggressive，然后想着怎么赢，然后想着怎么 beat the market，然后每天要给自己打鸡血，这样的就非常不一样的生活状态，然后就这种 deep acting，然后就是也是 job，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一种具有这样 emotion 的人，然后 versus 挺多。哎，我想到之前那个 Duty or Fag 里边，为了展示 masculinity，直男人不能表现出很多的情绪，然后就之前好像他很爱他的女朋友什么的，但是因为他表现出来，就感觉失去了 masculinity 的一部分。就感觉这些不过这下面可以在 gender 的时候讨论。大是的，其实家有什么现在的工作很多都需要 emotional labor，应该，它已经成为了一个不管如果除非你天天完全独立工作，但是一般也都会跟一些人有interaction，然后这个都会还是多你多们教少少的。授圈有什么样的 emotional work 是 norm？像 tech 圈，我知道大家就是要什么乔布斯那种样子的，叫 not emotional，叫非常 logical，然后就是不能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然后显得非常冷静。你们我其教实刚授圈，想说这一点，就是是不是规则制定者他就不太需要有情绪啊，他就表现出来不能太有情绪。是的，exactly，这个情绪真的跟 power 息息相关。规则制定者，我们一会儿也会谈到。Sorry，我好像把自己 mute。嗯，
对，我们待会儿也会谈到说规则制定者或者是所谓的 upper class，那他们面临的 emotion work 或者 rules 都有什么样子的？其中一个，那确实在有一些场合，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公司的 boss，你肯定要，比如说表现出来一些情感方面的，呃，假如说在一个很 crisis 的 situation，你肯定要保持情感的稳定，然后来 guide 大家。当然这只是一种 situation。然后另外的 situation，你可能要表现出来 hyper aggressive，等等，就是你，因为你作为规则的制定者的话，你是要就是你的 feeling 是给大家提供 guidance 的一个 source，就是比如说在刚才的这个我们讨论的说在 instances of uncertainty 的时候呢，social bottom 会 look to the social tops for guidance 和 clue。嗯，对，然后不同的 class，待会儿我们会讲到说他们面临着的，对于 emotional 的管理和受到的 upbringing，有什么样的影响？Ringo，你们小说家都在做什么 emotion work？首先不是小说家，不过如果说做到一个工种来讲，好像还真是一个不需要跟人接触的工作吧。实在要说，只能说我觉得读者给我提供了很多 emotion 方面的支持。你就是那个后面那一章说的那个什么 upper class，就不 No 需要 no no，work，就在那里就是感受，在感受这个 flow，是不是？大家还有什么例子呀？好好奇啊！玉珏老师，你们的学术圈每天都在做什么 emotional labor？是因为人类学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种研究方法，就是它要做 field work，然后它会强调说你要把自己当成一个 apparatus，你本身你是这个研究中的一个器具，然后呢，它一方面它会跟你说哦，你要跟这个受访者你的这个调查的它这个 community 你要建立这种信任的关系嘛，因为你要沉浸式的体验，如果你没有跟这个社群的人建立这种友好和亲密的关系。你就没有办法去融入到人家的生活里面，那你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 participate observation。但是同时呢，就是他们就是比较早一点的那种田野调查，他会跟你讲说你要跟这个这个社群要保持一定的这个距离，然后他会跟你讲到，就是在当年他会强调说，哦，你的学者你要客观性，那你的客观性你就不能有很多这种 emotion，不能有太多这种 feeling。在你的这个写作里面，哪怕你跟这些人，因为他要做这个 long term field work，有的是一年，甚至是好几年都在这样一个社群里面，然后你怎么可能说我跟这些人完全没有那种情感上的这种波动呢？对吧？但是你如果说他从一个学术写作的，就是一个学术写作，然后和这个知识生产范式来讲的话，作为一个学者，你要保持跟社群的距离，你又要抽离出这种情绪，就是这样的话是怎么讲？就学者就特别是这种需要直接接触 participants，然后长期接触 participants 的这种社科的学者，他某种意义上是需要你 emotional labor，你要去跟他们建立长期的联系，但同时他又对你这个管理情绪的要求非常高，要求你在结束这个田野调查这个研究的过程之后，你要有一个抽离情绪的过程，然后你要跟他们 keep distance，不然的话你就会认为哦你写的东西不够客观，你这个东西在学术界没有说服力。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神奇的方式，就是怎么讲呢？反正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工种。好有趣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大家在申请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只看这个 job description 里面写的是什么什么工作，但是他从来不会写你需要什么管理怎么样的情绪，表达什么样的情绪。这个为什么不写在这个 job description 里边呢？就比如说在这种 Twitter 上就写 aggressiveness，show aggressiveness，然后在人类学就说这个 show 这 to a degree 的这种 empathetical 的情绪，为什么这是不被量化或者还没有被 raise awareness 呢？在这个应该是算是那个 soft skill 吧。哦，然后我觉得也正好说明了就是为什么这个 emotional labor 是这么重要，并且因为它就真的是经常被忽视，而且你如果真的写出来说 you need to be aggressive，其实这是一个非常 transgressive 的形容，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也是被认为是 improper 的，因为你不能
就是按理说，就是你不能说控制别人怎么想，不然的话，你这个就是 being overly controlling，然后被指责，可能会被指责，比如说这个 job 在所谓的 PUA 你，这个甚至是都不是，已经不是 PUA 了，嗯。如果你明确的写出来，然后这个也会对这个公众肯定是认为这个是 not appropriate，因为 feeling 在很多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feeling shouldn't be managed。你如果试图 manage 别人的 feeling，这个是很 alarming 的一种行为，但同时呢，他又在通过这样非常 implicit 的手段来去，比如说通过各种各样的 informal 的 rules，然后再控制情感。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个需要值得我们去学习，并且很highlight 的一个问题，在有了这种视角之后。就是说这个工突然作可能会 PUA 我们，是吗？嗯，我觉得是吧？就是对啊，因为 job description 你肯定只能写，比如说有什么这种 hard skill 啊，然后你如果写任何 personal 的 require 一些 personal 的东西，it's not considered to be okay to 对，就是大家可以 imagine，就是你看到这样的一个 job description 会有怎么样的反应，然后并且可能会 get into trouble。但是他不写，他也可以 implicit 的在这个里面，就是在工作里边要求，对吧？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这是 inconsistency，就是他分明这么要求，但是他不这么写，因为他知道写出来是有问题的，但是他还是会这么要求。对，而且很多时候是要求的也只能是 behavioral 的，比如说什么 attention to detail，虽然这个也跟性格有点挂钩，我觉得，但是呢，这个同时又是一个很 behavioral 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比如说要求一些所谓 consider personal 的，就 cross the line 的感觉，很多时候至少在西方的 context 下，你像玉菊老师在 chat 里面举的中国的例子，it's probably a different story。突然受到刚对于才一段讨论的启发，想更改一下我对于新那个问题的答案了，就是也是蛮有趣的点，我也不确定这个是算不算 emotional labor，就是你进行虚构写作的时候，就像演员的自我修养里提到的，你得带入你所有笔下角色的视角和情绪，包括PPT 上这个第二点，主要算是你 produce an emotional state in yourself 的那种感觉。不知道这算不算也是一种 emotion work？现在感觉都是 emotion work，好累啊。因为听到玉洁老师刚刚说，就是有这种情绪抽离的过程，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进行虚构人物创作的时候，你也有最后有这种情绪抽离的需要。真的是，我觉得这些 skills 也都应该被 recognize。就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就是小说家是比如说通过很多训练的写作手法，但是大家没有把这一部分大量的时间花在感受 emotion，然后 construct 这样一些 emotion，就是花在 emotion work 上，就没有被大家，其实这可能是 the majority of work，但是可能没有被很多人真正的 quantify，或者觉得是 the bulk of the nature of the job，就像 Tori 老师写的 paper 背后的 emotion work 一样。对，然后我就知道我很难去真的去做这种fictional writing，因为这个感受力我觉得真的有一定的要求。然后某种意义上，我总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 talent 的东西的，就是如果没有的话，就嗯，只能写一些可能塑造一些没有感情的人。玉洁老师提到的这个点也是感觉下一章的主要内容，就是职场通常对女性的 emotional labor 隐性要求更高，因为女性常被默认是提供情绪价值的。是的，然后这一章也是书中第8章节的内容，讲了从阶级和性别角度讲了一些情绪工作的不同的要求。把舞台交给 Tori 老师。好的，就像所有的我们这一期，我们所有期吧会介绍的这些概念，它都是，它既然比如说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那它必然是一个 gender 的 and class 的东西，甚至是 racialized 的。但是，I mean，在这个书里面，它可能没有太多的写 race，所以我们就没有讨论做关于 race 的讨论。但是它 class 和 gender nature 其实非常明显的。
首先呢，我们在讨论这个它和 social class 的关系，就是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讨论的 job 也是，比如说这个乘务员的 job 呢，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 middle class。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个typical 的空姐，那我们可能觉得会把它归为 middle class，因为这种更多的是 service industry，然后和它的比如说收入等等等等，这都是非常 middle class 的一个东西。但是比如说像在稍微底层一点的 lower class working class，假如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体力劳动者，他在比如说制造一些东西的话，那他可能更多的，或者说生产线吧，我们既然上次就也拿这个举例子，比如说这个生产线上的一个工人，那他更多的 emotional work 可能更多的是这个 suppression of feeling in work。比如说呢，他一天到晚都在拧螺丝，或者一天到晚都在 iPhone 的这个生产线上干一个非常重复性的工作，那他可能自己内心感到非常的无聊，然后非常的空虚等等，很厌烦，很 angry 等等等等的。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为了完成工作，那他的 emotion work 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他去克制这种情感，因为他的 product matters more than their feelings。你的这些，如果有过多的 feelings，可能是对你工作的一个阻碍。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去 focus on your products instead of your feeling，它更多的是一种 suppression。然后 middle class，它是 where emotional labor is more concentrated。就像这个书里面举的例子，不管是 debt collector 还是这个工程员的话，他们都是比如说在这种 service industry，它是需要跟人对话的。然后呢，这个也是很多 emotion labor 的着重，就是 happening 很多的。然后，刚才我们举的一些其他例子，therapist 呀，等等等等，这都是很 typical middle class 的工作。然后，但是呢，对于 upper class 呢，很多 upper class，如果你是非常非常 elite 的话，其实你不太需要 care about 这些，至少在 job 里面，你是不太需要 care about 这种 emotional labor 的，因为你，假如说你是这个马斯克，那他可能比如说在这个公众上就经常表现发一些很奇葩的发言，然后他可能对于他的员工，他可以 set the rule。他作为一个公司的 boss，那他就不需要再表现出来，就是这么努力的去维持一种 middle class 所需要的人设，那他就可能更多的有在这方面有更多的 freedom，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他已经是属于这个 upper class 了。然后呢，这个作者也提到了说，那既然它是 class 的，既然谈到 class，一般都会谈论到它是怎么被不断的 reproduced 的，这也是非常 Bourdieusian 的一个 argument，就是所有的 structure、所有的capital、所有的 rules，它都是会自动 reproduce 的。它是被一代一代这样自动传下去的，不然的话，它也很难成为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如果只是一个人的话呢，它很难成气候，就是说，所以它是在 reproduced in the family setting，通过我们父母对于小孩的培养，其实都就可以看出来他的 class，还有就是比如说。不同的 class，upper class 对于小孩的培养和 lower class 小孩的培养其实是非常不同的。然后呢，这个时候作者提出了一个他也是 cite 别人的这个更多的是一个 theory 吧，就是有 positional versus personal 的区别。positional versus personal 呢，比如说在小孩儿，他举的一个我觉得挺好的一个例子呢，就是说，就是在这个一个家庭的聚会里面，然后这个家长呢说让这个他的孩子去 kiss his grandpa，然后呢有的小孩呢就拒绝 kiss his grandpa，然后而且不明白为什么要 kiss my grandpa。然后那或者说在中国比较可能更 common 的一个就是我记得有些地方就是小孩儿要给什么长辈磕头还是什么的，然后或者是对长辈做一些行为，然后有的小孩儿非常不愿意做，
然后呢，这个时候父母应该去怎么样去面对小孩不愿意的这种行为？他肯定要说服这种小孩，说你应该这么做。但是这个是有通过2种不同的方式，一个是 positional 的，positional 呢就说，那你是这个 social，你作为小孩，你就是应该，呃，给长辈尊敬长辈。然后，因为你是在这个 position，它更多的是说一个很 behavioral，你应该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教育小孩的，或者说小孩说我真的很想要这个玩具，然后你不给我买，我就大哭，然后在商场里大喊大叫。然后呢，positional 的这个教育方法呢，可能就是说你，你怎么这么不听话，然后把他骂一顿，然后你作为小孩儿，你不可以这样，小孩儿就是要听大人的话，这是一个很 positional 的 characteristics。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 personal 的，personal 的话，那比如说刚才那个 kiss grandpa 的例子。可能更多的说你如果不 kiss 你的 grandpa，那他会很伤心的。你真的想看到他很伤心吗？就是这种通过这样的方式劝说他，或者说你不给我买这个玩具，我大哭。那一个比较 personal 的劝说方式呢，可能就是说那这个玩具真的很 boring 了，你不要去喜欢这个玩具，你看那个玩具可能更好，或者说我之前给你买的玩具难道不是更 interesting 吗？你就是通过这种更感情的方式去劝说，而不是说直接给他说一个 prescribed 的 rule。然后 personal 呢也对应的是更 middle class 的，然后 positional 的一般是对应比较 lower class 的女性。好像还有更符合权力逻辑的，就是那种就是可以 valorize 他们不要这个玩具，就是说你是一个大人了，就是你要做一些成熟的事情，然后就让他们产生这种 honor 的感觉，然后就不去玩了。是的，是的，这个例子非常的好，我都忘记了。我觉得对，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然后就是说你，其实这个背后的 message，也就是说，一个大人应该怎么做。一个大人，比如说，你就不应该像小孩儿一样乱这个 throwing tantrum at random places，你不应该在这么任性。然后你作为一个大人。就应该懂事所谓的，但他其实他的这个目的肯定都是差不多的，比如说都是不让你买这个玩具，不想让你在这个公共场合大哭大闹，然后想劝说你。但是呢，一种呢更多的是直接跟你说这个 rules，然后规训你的 behavior，然后另外一种呢是通过更感情的方式来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像刚才的这个你的 kiss grandpa，那他说你说那你的祖父会很伤心的，你如果不 kiss 他。它更多的是 appeal to emotion，然后并且其实在这种呃教育的方式里面，已经在告诉你说这个 emotion 它是很重要的，并且需要被管理的。它其实已经在传达了这么的一种 message。然后 positional 的话，如果只是告诉你应该怎么去 behave，并且给你说一些 rules，然后嗯。你如果不这么 behave，把你大骂一顿，这样的话，其实在隐藏的在告诉你说你自己的 feeling，你怎么 feel 的，其实没有很重要。你是谁，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地位，这个比你feel 你怎么样的 feel 是更重要的。然后这个从小的话，你如果被这样教育的话，那可能 lower class 就学会说那我自己的 feeling 其实不是那么的重要。我自己的 feeling，因为我是 lower class，所以没有人 care。当然不是说因为我是 lower class，class 一般都是很少作为这个意识到它的存在的，更多的是一种 implicit 的形式，很隐性的说我的 feeling 不重要，那我长大我可能也不会去努力的去控制我的 feeling，或者是想通过 feeling 去啊、做一些事情，把它作为一种 instrument。Yeah，这是不是可以从 capital 的角度也可以解释？就是如果 middle class 和 upper class 从小就去给他们一些感情管理的这些方式的这些工具包，他们就已经在 cultural capital 上进行了一些累积。然后 lower class 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就在被打压，就在他这个 framework 里面就一直说，你不能这样做，因为我比你的权力大，就是
这样的话，就其实他们没有获得这样一个工具包，然后这个工具包在社会里边，如果需要 perform 一些比较高薪的工作是很必要的，所以就其实这些 capital 在累积就多年的累积过程当中就已经少了很多，但是这些都很难真正的被看到。是的，是的，真的，这真的是 cultural capital 的一个展现形式，也是，当然也是 social capital。与此同时，就是各种 capital，它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是被不停的灌输。对，很多其实有挺多研究这个的，就是比如说在 classroom 里面，很明显的能看到说 lower class 的小朋友相比着 middle class，他可能更 unwilling to ask for help。这是一个现在一个社会学家研究的一个话题。然后，但是 middle class 就还有 upper class 就觉得我 entitled to receive these helps，所以一遇到困难就会直接向老师举手求助。然后呢，当然这样也会直接 impact 他们的 academic performance。嗯，然后还有就是等等，就是它简直太多了。在 lower class 和 middle class 就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就是教育的方式，不管是在比如说看他们课外活动啊，然后还有这个上课的这个嗯求助方面，然后还有就是告诉他们 emotion 的重要性啊等等方面，其实它背后反映的全部都是阶级的作用。叶璇老师要嗯，分享。就是我猜日本朋友跟我讲，他们那边有一个概念，就是办公室妻子，就是他那边的，就其实，在带入到本土语境也蛮常见，就是指那种类似于小蜜似的，就是大家会，就是其实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对这个女性，特别是这个女性承担这个助理工作的一个污名化嘛，就觉得说，哦，他们不光要为这个上位的老板提供这种工作上的支持，就整理那些非常琐碎的事务，然后比如说什么打印啊，然后这种事情就非常的琐碎，但同时呢，他们又要提供这种 emotional labor 和 care work，就是端茶倒水啊，然后有的甚至你要跟这个你的这个主管提供这个情绪的功能，你要开解他，你要当一朵解语花，就像他的老婆在家里面要承担那些职责一样，你要承担这种情绪上的工作，然后你还要去承担照顾他的责任。当然，还有的就是可能会进一步会变成这种性关系。当然，有的时候这种性关系它更多的在有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规制的职场性骚扰的地方，他会把它判定为是性骚扰的一种。但是有一些地方，他就说默认哦，这就是职场的规则，这就是这种对于女性的这个从事工作的这样一个隐性的期待，就是因为他认为说你这种 emotional labor 提供这种情绪的价值，还有你对这个对男性上位者的一个照护的工作，这个是属于传统的女性职能，就是在传统的性别分工中属于女性的职能，只是原来你这项职能你是在私人的领域，你在家庭的空间里面去做的，那现在你进入了职场，但你同时你还是 office lady，你也还是 lady。那你是 lady 的话，你就要继续承担这些女性的职能，就是这样一个怎么讲？我觉得它是一个 class and gender 的，它是一个结合，它不是说这个两个是可以分开来看的。我觉得对于女性来讲的话，她的阶层和她的这个性别的关系，它实际上是结合在一起，同时构成了她的这个 social status and power 的一个关系。然后还有一个在国内的有一本，其实他研究的是国内，但这个作者他不是中国人啊，他是 John Osborne，他有一本书是 Anxious Wales，他就是研究中国在前奥运会年代，就是2000年初吧，然后那个时候的中国的这种官商的一个关系，他说当时的这个关系网，它同时也规定了男女所需要承担的角色。那么女性在这里面，一方面呢，她要去付出这种 emotional labor，她要有提供这种情绪的价值；那另一方面呢，她们的身体本身也成为了这种 capital。虽然说我们在这个有性骚扰规制的地方，会把这个认为是一种机会交换式的职场性骚扰，就是从我记得是凯瑟琳麦金农的70年代末的时候，他就提出来这种的形式实际上是职场性骚扰的一种表现。但是在中国或者说是在这种怎么讲呢，就是儒文化圈里面嘛，因为它比较强调这种等级的观念，
等级的这个观念会渗入到他们去建构这种商业的关系网和这种官商之间的关系之间。那么它被认为是一种已经预设好的这种隐性的工作需求。就是比如说他的这本书的第2章 Entertaining is my job， 他就提到了这个 masculinity, sexuality and alienance， 他就提到了说这个工作的谈判的地点，它不是我们说我们的工作它就应该是在这个会议室在办公地点完成，不是，它是说你在建立这个商业的关系网的时候，你要在这种按摩室、桑拿房和卡拉 OK 吧这样的地方，然后你要去通过这种男女的关系，通过这种提供这个身体和这种 emotional labor 来建立起这样一个关系纽带。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默认的这些哪怕是参与到公共的这种职场的女性，你仍然要承担就是传统被认为是妻子应该要承担的职能，就成为这种办公室妻子。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我记得在中国的科技大厂专门 hire 什么程序员、鼓励师，然后就各种就 introduce 女性，就是去承担一些这种角色，比比皆是。那我大家们要不然既然讲到了性别，我们就可以先把性别这点过完，然后再 open the floor up，for more gender and class discussion。OK，对，就像大家一直提到，就是我们应该感受也非常明显。然后其实性别一直是 emotion flavor 的一个女性这个重灾区吧，相当于就是一提到尤其是关于 emotion，然后现在一提到 emotional labor，就大家第一想到的，它就是关于它怎么就是由女性承担的，然后很多就是这个他讲的这个空乘员也是女性，这个男女比例是很多，在很多 emotional labor heavy 的行业是失衡的。虽然男性也承担不同的 labor 啊，比如说 bill collector，那可能很多是男性，因为需要让他们就是展现他们的 aggressiveness 啊，或者让他们去 belittle 他们的 customer。不是说男性完全没有 emotional labor，但是女性确实承担这种很 distinct 的，并且 class 很多时候 middle class 或者是甚至更 higher class 不能让他们豁免的emotion labor。所以呢，这个 emotion work 它其实是非常 tied to status and power，it's all about status and power。所有的谁要承担这个，那肯定是和 status 有关的。比如说女性的话，那她在家中，她可能如果处于一个比较低的地位，然后那她可能就是自然而然的就会承担起更多，提供所谓的被 expect，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情绪价值，那它背后反映的肯定也是 emotion work。甚至当然，这个被学者会之后的学者 develop 这个 emotion work，它更的概念，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概念，可能更 accurately 的 describe 这种，比如说 affective labor 和 connective labor，但是这个是后话。但是emotion work 在这本书里面 describe 的，它很多时候是女性的职责在职场里面，在家庭中，然后甚至在陌生人的 interaction 中，女性也是会被认为是就是所谓的更 emotional 的那一方，然后更 sensitive 的那一方。然后这和我们第一次讲到 Bourdieu，就是这期第一期讲到的 Bourdieu 说这个所谓的女人有第六感啊，或者女人更 sensitive。它背后其实反映的都是一种权力的关系，因为弱者他就是这是一个 weapon of the weak。嗯，然后那这个 emotion work 也是有的时候你可以通过你自己 perform emotion work 来换取一些价值，比如说那你有些所谓的就是传统的 housewife 的话，那他可以比如说通过 emotion work 来嗯来有一些 material 的就是传统的分工，就是 husband as breadwinner，然后女性作为这个 emotional work 提供者。然后承担起各种家务啊等等，它其实都是有一种 exchange 的关系的。然后 status 的话，比如说在同样的一个场合，那女性可能更多的会被 blame 呀，或者是如果她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呢，会被 punish。
然后他没有东西可以来保护他 against 这种 expectation 和 punishment。所以 definitely more expectation on women。在各种场合都是这样子的，很难去，你作为 women 就很难去，避免这个。然后呢，它也 lead to profound alienation，因为你如果 perform 很多 emotion labor，那假如说你每天都在外面要假装成非常 caring，然后要不停的控制自己的 emotion，然后经常以这个笑脸的方式出现，那这个对你自己的 mental health 长期，然后以及对于自己的 private relationships，它很多时候是有一种伤害的。就是比如说喜剧演员很多的可能也其实有自己有 depression 等等等等。女性。所以他在这个文章里面说的，就好像也说了，就关于 tacit 的这个概念，就是如果不把这个东西拿到台面上来，真正好好分析一下的话，它是对女性是会产生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和现象的，是吗？是的，其实任何一种 labor，它只要不被拿到台面上来说，那它自然就会成为被 assumed 的，然后并且是这个 unequal 的 burden。那假如说再早之前，就是这个在这个 household division of labor 里面，这个更多的可能，比如说是 physical labor，那很多的是女性承担起什么育儿啊、打扫家呀等等这样，其实在早期也是不被 acknowledged 的一种 labor，然后被认为是他们在家就。什么丈夫在外面打拼很辛苦，然后女性，啊、在家当家庭主妇这样子，那它也是一种被 unacknowledged 的 labor，那它就自然而然 lead to 很多 inequality。所以这个 emotional labor 也是我们必须要说make it visible，然后并且把它当做一种 labor 去对待。天呐，就是那种家是什么男人的那种港湾，然后就是女性就成了大家的这个垃圾桶，然后就要提供很多 emotional labor，然后这些也都没有被 quantify，都没有被 recognize，所以女性就是承担的不仅仅是育儿这些，还承担了很多 shit，然后这些都没有被真正的 quantify，所以就是更多的不公平的机制在里面的。就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就是已经在资本系统里面被量化的，还有很多是在资本系统里面没有被量化，但是非常巨大的一个不公平的现象。哎，这真的太重要了。怎么让大家看到这些没有那么 visible 的、没有那么 visibly apparent 的这些东西呢？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种真的很 appreciate 这种 theorist，这种 social theorist，他们真的指出这个，并且告诉大家说这个我觉 implication 是得什么呀？刚刚那呀。个玉兴讲就是怎么让大家看到这个，我就是觉得多让弱者发声。发声还得宣传，让大家看到大家的生活。对，我觉得就是这种 awareness，这种让大家被看到，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 empowerment 很重要的一部分。真的，哎，Tory 刚刚讲的 Elon Musk 的例子太好了，就是他就是 upper class 干啥都有人学，什么在那儿什么抽大麻有人学，拿把机关枪在那边就是在靶场里边就是搞成那种真男人的形象，也有人学，就变成他就是模仿，所以他就带节奏，就是哎，这是不是可以通过 Bourdieu 的这个理论来就是进行一些社会达尔文的解释？你在不同的 field 里面 exceed expectation succeed excel 的那些人，他们有一种 specific 的 emotion 的情绪，然后这个情绪在这个 field 里边就可以 succeed，然后就大家就是在不同的 field 里边卷不一样的，就自动 deep act 不一样的情绪，然后又把这个情绪通过卷到顶层的那些人投射和辐射到下面，这是一种框架。真的，而且 Bourdieu 对于 culture 的讨论其实也超级的 relevant。比如说，是谁规定什么 culture 是 high culture，什么书是这个 high culture 的人应该读的书。比如说就是这个，大家应该去读 Proust，而不是读什么霸道总裁爱上你。这个就是非常反映什么 high culture versus lower culture 的一种体验。那这个是谁规定的？肯定也是这个权力的
权利 at work，然后来制定这个什么是 high culture，什么是 low culture，然后什么是一个好的，就是大家应该 follow 的东西，然后什么是大家不应该 follow 的东西，然后这个 emotion work 也是，然后对，像 Elon Musk 他的一种 style 已经成为一种什么 masculinity 的 standard 了，就在某种意义上。真的，涛儿老师，你这说的太对了，就是那种都要读什么《追忆似水年华》那种 prose 的那种，哎，就是生活很慢，很就是体验，但是就是大家都很，就有的时候活得很痛苦，又很累，然后又很就是又很 under a lot of stress，然后就是upper class，就是你要感受，你要就是这样，然后就是那明显就是有这种 discrepancy 在里面嘛，然后就又没有时间去感受这种风花雪月，然后这种就是生活里面不一样的这种流动的情感，然后但是这样就又做不成一个 upper class，然后就不能被 include 在这个 social exclusive social circle 里面，这就本身就是非常的 exclusive 这种。大家还有什么？哎，玉珏老师来讲一讲这个董明珠董事长，格力总裁是吧？对，我觉得就董明珠，因为她本身她就是，因为我们平时默认的是这 office lady，她是在这个整个的职场里面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生态位嘛，所以她是本身她的性别的一个要求和她所处的这个比较低的这 lower class 的要求，它结合在一起，所以她应该承担的是提供情绪价值和这个照护责任的这样一个职能吧，隐性的职业要求。但是董明珠，因为她是一个女强人的形式，那么女强人在这个里面，因为传统默认说，哦，你这个低位的这个 class 和你的这个女性的性别绑定，那突然间有一个你逆袭了你的这个 class 的要求，然后呢，你就会被认为，哦，你不符合你的这个性别应该承担的这个职能。你在情绪上你不够稳定，你不够温柔，然后呢，你一方面呢，你是作为一个资本家，你也在剥削你的劳动者，然后你要求你底下的员工给你提供这种emotional labor 和这个 care work，然后来服从你，然后来提供他们的情绪价值来满足你的要求，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家都突然间意识到，哦，原来这个职场它这么不平等。哦，这个职业的这个职场里面有这么多的隐性的要求，因为当一个女性她出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她违背了传统的这种你的 class 和你的 gender 绑定在一起，然后你要承担起这个所谓性别化的职场分工的一个职能，然后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越轨者，然后大家都突然间意识到，特别在公共讨论里面突然间意识到，哦，资本家好像剥削的非常严重哈，这种隐性剥削非常严重。然后只有当这样一个人出现的时候，然后大家才会意识到，因为本身他的出现就已经违背了他的一个 gendered 这个 expectation，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神奇的一个现象。玉珏老师说太好了，这 diversity 就挺重要，让大家看到不一样可能性。你说今天看到一个很凶的这个霸道女总裁，给大家这个体验也是很不错的，就是让女性做这种不同种类的不一样的女性。这好重要啊！哎，这董明珠总裁也是给大家贡献了非常多的 condition of thinking。嗯，我觉得就刚刚有人问怎么打破这个局面，我觉得就是可以去，重塑自己的三观，然后拥抱自己的，就是就真实那一面吧。就是说，因为比如说，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东西，出身啊、阶级背景或者是性别，不好意思，就是没有办法决定的。就是但是，就因为这个视角，我意识到了它是一个结构性的不平等，那我就不会再去谴责我自己了。我就开始有意识的，我开始关怀我自己。OK，这些其实不是我的问题。然后下一步我应该做的就是我要去发挥我的主观能动性，就是我努力应该努力，可是我的努力是为了给我自己多增加一种可能，然后就这一种可能，作为弱势群体的我，就是放在这个社会当中，就是一种新的视角，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我觉得你这说太对了，我读这篇文章有这种感觉，就看那个 lower class，哎，我就想 coming out as lower class，就像那个 coming out as fat 一样的，咱就是来讨论一下这个。哎，你说。因为我就是出身 lower class。对，我觉得就 I embrace the lower class，怎么了？咱们来一起聊聊这是大家的这个 authenticity，这不是 Hochschild 的这个比较对，就比较推荐大家去感受这个什么是 authentic 的，很难。Tori 老师是不是要 argue 大家的这个 authenticity 是什么？也是很多社会决定的。确实你 partly expect 我的，但是我觉得对，另外一方面，以及整个对于现在authenticity 的这个讨论，以及对于嗯很多 discourse，它其实也是一个 neoliberal，还有这个psychotherapeutic culture 的一个产物。那你说，比如说现在可能很多这个心理学公众号，比如说 Know Yourself，嗯。还有一些一些非常流行的 discourse，之前还有什么这个mindfulness 呀，或者是什么，嗯嗯，哎，我都太多例子了。然后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个很 cultural 的产物，怎么突然间现在就开始就是比如说提倡某一种a particular relationship to your body，不管是 care 还是就是还是 demand 或者是什么，它都算 emotion work。其实，在某种意义，它只要是跟你 prescribe 了一种你怎么做比较好的，其实它都是这个的一种，就是感觉这个 cultural value 它在不断的 shift，然后它也告诉你你应该和自己的身体，你应该和自己的心灵有怎么样子的关系。我觉得这都是嗯。它这个 shift 的背后，它肯定反映的都是一种社会权力关系和一些呃整体的这个呃 neoliberalism 对于大家的一种规训，只不过它可能是换一种包装，然后这个感觉每过几年，这个 discourse 也都会不断的变化。所以说，在这种不断的影响下面的话，就是什么是所谓的 authenticity，什么是所谓的自我，它其实很多时候是被 manipulated 的。然后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一切也都是可以被逆练的。然后这个资本也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这样子的机会。所以，it's tricky。会不会很多其实应该是，比如说是经济问题，就经济政治的问题，但是现在很多人用社会学或是一些社会学科或者心理学，它来掩盖，就是他用这些东西它来逃避呢？嗯。对，我觉得很多是绝对是这样子的。对，就是一些非常 structural、非常 collective 的一些 problem，然后他觉得通过这样的就是把它 frame 成一种 particular relationship to your own body 或者是 to your own mind，然后你怎么样做，然后不管是care yourself 呀，或者是嗯，怎么样，然后或者是 know yourself 呀，你都可以 somehow 给你一种 illusion，就是你可以跳出，你可以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值得，也是挺 alarming 的一种 discourse 吧，就是它很多时候就像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一样，它也不是一个 individual 的东西，所以很多的 strategy 你可能看起来是比较 empowering，或者是觉得跳出了这种权力关系，它其实只不过是权力的另外一环而已，就像福柯说的。然后它更多 serve 的是，比如说 cover up 一些 collective 的 problem，呀，很多流行的东西，其实就比较直观，如果是用社会学视角直观的回答 Jacqueline 的问题，是不是社会学会 claim 有的时候会 claim 其实就是经济学视角才是一个 oversimplified social relation 的这个construct 呢？这个这个我也不，第一我也不能代表社会学说指责另外一个学科，然后这个
经济学那肯定也有很多 pushback 吧，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只是一个视角问题吧。确实，如果我觉得把所有人 reduce 成一个这个driven by 一些的 pros and cons 啊，或者这个 homo economics，这个 economic animal，这个我觉得这个 assumption 本身确实是有很多问题的，但是嗯，经济学它又会 respond to 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解释，所以这个争论其实也挺难有什么具体的答案的。嗯，那时间关系就先进入 optional reading 的讲解吧。这篇文章跟书中的内容其实差不多的，它在书发表之前、出版之前发表的，但是好像有一些补充的内容。然后 Tori 老师来讲一下这个 Three Strategies of Emotion Work 吧。好的，就是这个文章里面可能更多的是更清晰的列举出来了一些point by point，比如说它的 strategy。compare to 书里面这个好像没有被提到，所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观察 emotion work，或者是我们自己如果想 apply 这个 concept 的话，有哪些层面呢？首先，第一个是 cognitive 的，就是 attempt to change thoughts in service of changing the feelings associated。那比如说，我们告诉我们自己某种 feeling 是 irrational 的，我们不应该去这么 feel。然后，那其实这个我们告诉自己的这个同时，其实是一种 thoughts。所以 feeling 和 thoughts 其实他们都是很难分开的，他们经常是 come together 的。所以如果我们 change thoughts 的话，有的时候也能 change feeling，或者相反 change feeling 也能 change thoughts。嗯，这个已经被 well established 的了。然后那 thoughts 可能更好控制一些，因为你可以通过自己给自己 reason 1、2、3我为什么应该这么 feel？那这些都可以translate into like feeling as in sensational feelings。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bodily change some somatic or physical symptoms of emotion。这个其实也有挺多例子的，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在准备 interview 前被告诉说你应该在重大 interview 前去厕所做一些 power pose。这个 tip 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然后就是通过这种 bodily 的 movement，比如说做一些这样子的动作，然后让自己 feel more confident。你 feel more confident，你就这个 spontaneously 的可能表现的更好，然后更 aggressive 啊等等，这对你的这个 interview 是有利的。所以通过这种 bodily 的 feeling，或者是你 feeling very panic 或者 anxious，然后你就可以试图这个 breathe slower 数自己的呼吸啊，等等等等，这都是非常常见的 technique，但它其实也是 emotion work 的一部分，因为你在控制自己的 emotion，它都可以算作 emotion work。然后第三种呢是 expressive 的，就是 change expressive gestures，比如说 try to smile or cry，然后 differ from the second in that individuals attempt to change classic public channels for the expression of feelings。这个 try to smile or cry 其实也挺常见的，比如说，我不知道，反正我经常听的一个实验说什么，你把什么一个笔放在你的什么嘴唇上面，然后试图 hold 多长时间，就是这样一直保持一个 smile 的，然后你这个过一段，然后你这个就会真的感到开心，就是你试图 change 你的一些 expressive 的 gesture，你就真的会感受到那种带来的情感，或者是你可能哭，你假装哭，一开始假装哭，但是你可能哭着哭着越来越伤心了，然后你就真的感到伤心了。这都是一些 strategies，然后这也是都是很 commonplace 的，大家都听说过，只不过可能没有把它们真的 link to 这个 concept of emotion work。对，先在这里 pause 一下，然后我们之后还有另外关于 ideology 的讨论。所以 Tori 老师觉得我们 to what degree 应该逆练呢？就比如说，我们就知道社会规训让我们把自己训练的非常的理智，然后非常就是在各个方面都非常 aware。那我们就这样去通过社会的规训来 manage 我们的 emotion。那Tori 老师觉得这样有什么 social impact？然后大家 to what degree 应该鼓励别人多去 out of norm 的表达，然后又 to what degree 可以
让自己更加去逆练这个 emotion management，然后来达到我们的这个目的呢？对，我觉得这也是挺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吧。很多时候就是，那你这个已经在这里，那你说你到底是服从他还是不服从他？你到底是正念还是逆练？你要不要 perform 这个 work？那比如说这个 interview，那你知道这么是一个 emotion work，那不代表你就想 screw up your interview 或者是 get jobless。啊，就不代表说你就再也不做什么 power pose，try to change your emotion，即使你知道可能这个是在为资本主义打工，它eventually will contribute to 比如说资本主义。然后以及比如说，那我们在有些场合发疯，那它could be meaningful in a certain way，比如说你在 challenge 了一些大家认为的 norm。但是这个 to what degree is the impact？就是它真的 have any，比如说 structural impact 吗？那这个也是很难讲的。这个，就像之前这个 Purdue 对 Butler 的一些 response 也是，就是有的时候 performance 它始终确实是 performance parody，或者是表达一些 out of norm 的东西，那它可能确实是比较 limit，也不是说没有作用吧，但是它是需要背后有一定的 condition of thinking，以及背后要有一些 structural 的 context，才可以把它的一些 impact 发挥。所以我觉得，如果单纯从 individual 层面来讲，不管是正练还是逆练的话，那它可能都是比较 limited 的。嗯，然后这个也很难决定我们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做。就是知道它存在，不代表说我们就完全应该摒弃，就是一些明知道这么做是为了 serve 什么 purpose 的东西。然后因为呀，就是这个更多的是整个 system 以及整个 cultural 的它存在的东西吧，所以我觉得个人的他确实不太能够提供很多个人的 guidance。也很难把它变成 normative。假如我觉得这一个人应该怎么样，或者那就变成另外一套规训了。那这个也可能不是特别的好吧。嗯。是不是可以套用一下之前，比如说 Stevie Jackson 讲的这个 untangle 的概念，就是与其说就是把emotional work 就归结于就是应该或者不应该，也可以 untangle 一下它到底是为哪一个权利服务的，然后这一些 emotional work 最终会导致谁受益谁受害，然后来做这种系统性的分析，把它量化成一个就是能具体看到这些 impact 的，然后我们再来给在不同的 use case，在不同的场合有不一样的 reaction。对，是的，我觉得那个视角真的是 apply to 所有的这个任何关于 structure apply 到 individual，我觉得都可以这么想。我觉得这是 it's a good reminder。就是想我们背后这个到底就是当个人选择，所有的个人选择，它到底这个 who is at stake，what is at stake，以及就是 what enables the action in the first place，或者 what make you feel a certain way in the first place。然后我觉得如果能够这样想之后，那具体个人draw什么样的结论，那可能就是个人的问题了。这个也不一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吧。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够真的 untangle，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然后已经是一个进步的空间了。想听玉珏老师分享这个悦纳自己的这个心理咨询师。就是我觉得，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 strategies of emotion work，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些，比如说你的认知上、身体上和表达上，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去蹭过他们的那个这种 LGBT friendly 的这种心理咨询师的课，因为国内的嘛，他就会特别强调一个概念叫悦纳。就是因为它对应的实际上是当前中国其实还是把这个自我不和谐的这种
这个同性恋啊、双性恋啊是当做一种这个叫什么心理疾病来看待的，但它是还是作为一种 mental disorder 来看待的。那这个自我不和谐，它实际上就是怎么讲呢？它一半呢，它要内化这个 social norms，就是这种 heteronormative 的 social norm，然后就是他要去在外面去装这种顺直人，然后但是呢，他同时他因为内化这种标准，他没有办法去接受他真实的自己的这种性取向，然后他就产生了这种自我不和谐，那他就变成了一种 mental disorder。那他这样的话，我觉得他这种方式就是你去悦纳自己，就接受自己的这个性取向，或者说是跟这个主流不一样的这种性别认同，它本身这种悦纳的过程就涉及你要去做这个 emotional labor。那既然你要就是社会的规训要求你不接受自己，就是你自我不和谐，是需要你去做这种 emotional labor，会产生对自己的这种自我厌恶。那你不如的话，你既然都是 emotional labor，你不如你就逆练一下，把这个标准 social norms 逆练一下。既然都是做这个 emotional labor，你就对自己做，然后你去那个以这种比较怎么讲一种开放、包容，然后平和的心态去接纳真实的自己，然后这种我就觉得是一种另外的逆练方式，它不是说我就不再做 emotional work，是我去做这种 emotional labor，但是我同时把这个internalized 的这种social norms 这种社会规训，我把它给逆练了。就你社会告诉我说，哦，你这个搞拉拉不对，你这个你跨性别你不对，那我现在我把这个部分逆练了，但是我同时也是做这种 emotional labor，就我觉得这个方式也是怎么讲一种社会的落地实践。太 make sense 了，就感觉 emotional work 它就是一个工具，或者它就是一些可以用的东西。那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做这个对于我们 community 有帮助的这些 work，只要这个 work 的 outcome 可能是能 benefit 到我们 group 的，它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好的，我们可以 encourage 的社会常识。然后反之可能就所以还是得看它的 outcome，就是不能说 emotional work 是鼓励是值得鼓励的或者不值得鼓励，而是说就是得看到它产生了什么样的 impact，有什么样的 outcome result，然后再来分析一下，就是是不是一件比较值得或者值得鼓励或者去做的事情，是可以这么理解吗？对，我觉得是吧？那就像这个coming out 或者是 feeling pride，那其实它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 emotion work，可能更多的属于第一种吧，cognitive。那就比如说就是这个我们为什么要 feel pride？那我如果不 feel pride，但是我feel proud 的话，那我如果让自己 feel proud as sexual minority 的话，那也是某种意义上 change 我们 how we think about our identities。然后从而 induce 这种 feeling，然后来 counter internalized homophobia。所以呀，我只是我觉得我 很多时候 overly concerned with 这种 normative normativity，因为比如说你 feeling proud 的话，那之前就有什么 CAS model of 什么 identity development，还有一个 stage，然后你最后一个 stage 就是什么自我接纳或者骄傲的这种，那它其实背后也 imply 了一种 teleological development，就是所有人都要 go through 这样的 stage，以及最后一个 stage 是最好的，是 development 的尽头。我觉得对，就凡是这种牵扯到有一点 normative 的，我都是比较警觉的了。但是我觉得在 community building 的 context 的话，我觉得它确实是可以作为一种工具，然后帮我们实现某种 message 的。对呀，咱们不逆练，别人也会逆练的呀。那我们就，哎，玉洁老师说的很对啊，还不如咱们逆练一下呢。咱们先把自己逆练成了，大家都骄傲，然后骄傲再去 counter 这个主流的文化，是不是这种 building of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然后这些都是需要 emotional work。We cannot take it for granted。这些就不光是这些，比如说能看得见的 capital，还有那么多人在贡献这些看不见的 capital，这些都是 work，都得去被 recognize。这个 dimension 真的太重要了，有的时候就被忽略了，不能忽略这些的重要性。是的，我觉得玉觉老师在这个 chat 里面提到 awareness raising 和 shared emotion 和 feeling，真的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对啊，就像这个 Durkheim 一直
社会学之父，他早就提出这种所有的 collectivity，它都是要有一种这个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的，就是你要有一种 shared 的，比如说 sentiment，或者是有一种那种 vibe 在，然后那你这个时候这个collective action 呢，还有所有的community，它才是比较可以成型的。所以其实 emotion 它跟这些都是很难去真正分开的。那我们讲一下 ideology 吧。好的，对，这点也是，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 feeling 还有 feeling rules，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的这些，我们应该到底怎么去 feel，其实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 ideology。因为之前我们讨论 ideology 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可能是更多的是思想层面的，比如说，heteronormativity，那它，也是一种 ideology 吧，或者说我们要什么爱国爱党等等等等，这都是一种 ideology，但是它背后其实也全部都是关于 feeling。那是假如说到爱国爱党，我甚至都不是故意举这个例子，那这个爱它肯定这个背后就是一种 feeling roots，那你不爱，那你肯定就是不行的。nationalism 等等，那它这个背后肯定也都是要是它 suggest 的一种 feeling。然后这个 heteronormativity 也是刚才这个婚礼的例子，那它就是一种在这种 context 下，那这个 heteronormative 的这种 ideology，那它就会被 translate 成，比如说你跟这个你结婚的时候，I mean 你跟异性结婚的时候就应该 feel very like romantic 呀，或者是feel very excited 或者 happy，觉得这是a very significant event in your life 呀等等，它背后其实充斥的都是 ideology，然后也告诉了你说在这些就是非常 heteronormative 的 ritual 中你应该怎么 behave。然后你应该如何 feel，对，所以说 feeling 它和 behavior 其实都是一体的，它都是 culture 的一部分，然后也是 ideology 的一部分。所有的 ideology，我们也可以让大家思考一下，比如说，有什么样的 ideology，以及它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 feeling roots，或者大家如果能想到一些自己的 feeling，然后或者 emotion work，然后它这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 ideology 的特质，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 exercise，可以帮助理解和 apply 的。这好多呀，就大的，比如说很明显的，像毛泽东死了时候，大家都得大哭那种元首死了大哭，然后还有小到就前段时间不是最近搬来 DC 嘛，然后就走在街上，然后就看到一些呃大的楼，然后像比如说林肯纪念堂啊，然后还有这些呃墓碑啊，就是二战时期的墓碑啊，然后还有这些雕像就很多嘛。因为是首都，然后所以就是会有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就那种肃然起敬，就突然觉得哇哦，就是英雄这种，就是民主战士，然后就给大家一种这样的 feeling，这样的一种 emotion，有的时候很 embedded。所以基本上可以把他们认为是一体的，就是对它很难有一个不 involve feeling 的 ideology，那说明这个 ideology 可能不是特别的成功，或者说明这个 culture 还没有深入人心。如果你想不到任何它背后对于 feeling 的 guidance 的话，或者是它对于你的 feeling 没有任何的规训作用的话，那可能说明你还没有非常的，这个你可能跟他还有一定的distance. Of course, like Jack 说的，你这种 distance 的错觉也是 ideology 成功的一部分，but that's another story. 对，就像教会，就是你进去就得那种非常圣洁，然后就是有一种得被 divine power 所感动的这样一种强烈的 emotion 的冲击，就很多。Tori 老师有什么呀？被 ideology 影响的 emotion，被这种过去的学术大家，然后就看到一篇 paper 觉得上头了，然后就这种充斥着这种被知识我对知识这种学海无涯的这样一种对知识上下求索的这个 feeling rules。这个对于你是不是
也很我 apply。知道陶然老师这个就是西西弗斯的那种，虽然知识是无边无际的，但是自己在里面探索一点点，以这种飞蛾扑火的方式，这种一种叫什么 heroism 的这样的感觉，这也是一种 feelings，是不是？激 Yeah, 动。definitely。虽然这个不知道这是什么 ideology。我觉得对啊，很多时候也是可能也是自我 PUA 吧。对，I mean，所有 PUA 也确实是 emotion work。I mean，如果是对自己的话，那就是很符合 emotion work 的定义；对别人的话，就是也可能没有符合这种定义。但是对别人一般来说，也先要对自己做点什么，才能产生这样的 stage 的话，对，那就是比较符合我们今天的讨论了。哎，你这个第二篇文章，就这个 optional reading 里面说了，就是两种 framing，对吧？一种是从这个，叫什么本能去讲的，然后他 quote 了达尔文的理论，说人就比如说你生气了，你的神经就会颤抖，然后你就会就是什么或者膝跳反应啊，他就是说这些是本能的，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些，就比如说你要打喷嚏是没有办法控制，然后他说这个是产生。这个是一部分 emotion，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其他的表演的那些成分在里边儿，就是 social 的那一部分。然后他是用这两个不一样的 framing 来说这件事的，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 framing 就在这个 optional reading 里面？然后所以就是可以判断一下，就是大家的这些情绪是来源于什么，然后 going where，有希望有什么样的 social interaction。呀，我也没有什么吧。对啊，他那种还有一种框架，对他提到的，就是那个弗洛伊德的框架，这个应该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了。然后我觉得，对，就不同的 context 下以及不同的目的，就确实会 evoke 不同的对于情绪的解释啊，对于情绪的，嗯，其实对，I mean，他说的这种两种框架，他应该是说就是的。没有很好的解释，就是对社会对于 emotional 的 management 的，但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嗯，对，就是反正有这些不同的框架吧，看我们到底需要去解释什么，然后需要去，想要达到什么样的 outcome，然后可以选择用不同的对于情绪的处理方式啊，然后还有，at the same time be aware，就是所有的它可能都要 induce 或者是 require 这种 emotion work。嗯。Yeah，我觉得，对，我觉得这个视角可能更多的启发就是说，emotion work 它和 ideology 和 norm 和 culture 是非常挂钩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去，达成某一种 culture，达成某一community 啊，还是也好，然后，嗯，或者是 establish 某一种 norm，或者 break 某一些 norm，那我们可以从 feeling 入手，因为它是一个 indicator。感觉这一期总体的 take away 就是 feeling 是一个或者 emotion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dimension，然后我们要在做工作的时候，这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所以就是大家得去思考一下，就甚至量化一下，或者就是看它有什么样的来源，有什么样的影响，然后产生了什么样的 impact，对吧？就是一个值得分析的新的一个 dimension。是的，以及就是背后的 work，比如说有些人试图就是控制自己的情感，或者是控制别人的情感，那这个背后到底是反映了什么样子的？反映了什么样的 vision 呢？或者是 implication，或者是 assumption power。呢？对，power exactly，对，power 这个怎么不可以忘记？power 这个是最重要的，还有这个 status。我觉得这也是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比如说有权利说到底什么样子是最好的，或者是最 appropriate 的。我觉得在社群里面，很 emotional 的场景还是很不可避免的出现的，所以感觉，他们的出现，它背后肯定伴随着这一系列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期可以让我们更多的思考，就是这些 concepts，这些 bigger concepts behind，
display of emotion simply，它不仅仅是一个 surface 个 individual 的东西。汤瑞老师有什么最后的寄语吗？对这个今天内容，希望大家 take away 的，然后包括下一期的预告。那我就多说一下预告吧，这个我也没什么其他的 add on 的东西了。嗯，对，下一期我们其实继续会讨论这个关于 emotional 层面的。前3期我们一直在讲更多的是 physical body 的，然后这2期希望可以带大家更多的去了解 emotion 不同的理解的角度和 dimension，然后以及对于我们的 relevance。下一期的话，更多的是讲这个啊。这个 feeling as public，比如说还有以及 mental illness，还有disabled bodies，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在 make 很多这个 ableist assumptions，在我们前4期的角度，比如说那对情感的控制，或者是对自己身体的控制，那他肯定都 assume 了一种 capability，那你在这种 disable 的情况下，它很多时候整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 assume 大家都是 able body 的，大家都是这种啊、capable of everything 等等等等的，所以我们接下来会讲这个 creep theory 啊，还有这个关于比如说 madness 一点点的讨论啊，depression 等等，然后还有以及这些背后和怎么把它变成一个 political 的东西，而不是仅限于个人的一个，怎么把它 frame 成一个 individual failure。所以这个跟 emotion 和这个 able body 其实都有很大的关系。好的，很期待下一期的 reading。下一期的 reading 和这一期比哪个长？我觉得单纯长度来讲，应该是这期的比较长，但是我觉得可能，从浓我不知道度来说，下一期浓度更多是吗？对，下一期的我觉得，因为我记得是3篇不同的 reading 吧，所以肯定是有一些不同角度的切换和一些更 conceptual 的东西。然后 versus 这期它更多的是一个这个比较 overarching 对于 emotional work 的 emotional 呃 emotional labor 的讨论，所以感觉这个 feeling 应该是很不一样的读起来。这篇可能读起来更多的，它尤其穿插着很多什么他的一些个人的故事啊，等等等等，可能读起来稍微容易一点。下期的就比较 varied 一点，因为也都是不同的 discipline 的，所以可能比较 interdisciplinary 一点。这期的更 sociological 一点，这都是一些我想到的区别。当然，我也还没有开始仔细阅读，所以 can't tell a lot. Yeah. 谢谢大家来参加。那没有额外的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先这样，也都不早了。谢谢大家来参加。